儿臣知道皇阿玛难过，所以就炖了参汤给皇阿玛。你说这参汤是炖给皇阿玛的，告诉皇阿玛，里面有些什么？这个参汤叫四参汤，里面有子丹参、南沙参、北沙参和玄参，入口甜苦醇厚，有益气补中之效。入口甜苦醇厚，你替皇阿玛喝过啊？是啊，24孝中说汤要飞口清肠，服尽父母，所以儿臣也尝了尝，怕太苦，皇阿玛不愿意喝。好孩子。皇上，您尝尝。皇阿玛，24孝儿臣已经全明白了，可是今天大哥好像说了一个什么典故，儿臣还不大懂。你大哥说的什么典故？永琪，你皇阿玛可是学贯古今，不似额娘一问三不知的。今日儿臣在长春宫给皇额娘敬哀礼，经过偏殿时，听到大哥很伤心地说什么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所生的第三子朱常洵，不喜欢长子朱常洛，还说什么明朝有忠臣，所以才国本之争，自己却连朱常洛都不如。儿臣不知道朱常洛是谁，大哥为什么拿他跟自己比呢？儿臣还听到大哥跟大嫂说话，没敢多听就走了。你在给皇额娘敬哀礼，他们夫妇在窃窃私语什么？不是窃窃私语，大哥说皇额娘崩逝，兄弟中唯我居长，自然要多担当一些。我觉得大哥说的没错呀。皇阿玛，是不是儿臣说错了什么？皇上，永琪年幼无知，若真说错了什么，臣妾替永琪向您请罪。于妃，你起来吧。朕知道你不懂这些，即便是如懿，也很少看前明的史书。永琪还小，这些话只能是听来的。永琪，过来。不要再胡说了，知道吗？哼，永璜真是朕的好儿子，自比不得宠的朱常洛。那永璋呢？也如朱常洵有夺太子的心思了，只怕也是仗着生母的缘故吧。仗着生母的缘故，皇上是说纯贵妃要立为继后的事？你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臣妾在宫中听人人都说，孝贤皇后临终之前向皇上力荐，要让纯贵妃成为继后呢。原来如此。永琪，你和于妃退下吧。臣妾告退。儿臣告退。举哀！
永华，你为何对你嫡母一滴眼泪也没有啊？儿臣想着皇阿玛过于哀伤，儿臣还得替皇阿玛操持着皇额娘的丧礼，不敢过于悲痛伤身，以免误了差事。是吗？是啊，皇阿玛，大哥近来一直说他在我们兄弟中为年长，要辅佐皇阿玛，所以不敢过于哀痛，也一直镇定自若地领着咱们兄弟为皇额娘居丧。所以，永章啊，你便是瞧着你大哥的样子，连半滴眼泪都没有，是吗？皇阿玛，皇额娘70多日来，皇阿玛一直沉浸于悲痛之中，儿臣心疼不已，也觉得自己该保持些清醒与理智，为皇阿玛分忧，所以不敢悲伤过度。好啊，你们这个时候倒是挂念起朕来。皇阿玛请节哀，请皇阿玛节哀，切勿再悲痛伤身。不孝之子，不孝之子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！孝贤皇后是你们的嫡母，如今崩逝，你们不悲不痛，还借着替朕分忧，图谋不轨，内争外斗，朕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不忠不孝的儿子？皇阿玛息怒，儿臣不敢。皇上，永璋是一心为您着想，没有其他意图啊，皇上。纯贵妃，你已经有永荣和永璋了，朕把永皇交给你抚养，你便是替朕养出这种孩子来。皇上，臣妾知错，皇上，永皇和永璋也是为了您的龙体思量，并非是有心不孝的。这无心都这样了，要是有心的话，岂不是要弑君弑父？朕呢，就是后悔当初没把永皇交给你抚养，否则就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。皇阿玛，你还想说什么啊？你以为朕不知道？孝贤皇后崩逝，你以为自己是皇子中年纪最长的，所以你就以为你可以承担社稷大任，有了觊觎之心，是不是？皇阿玛，儿臣绝无此心呐，但求皇阿玛明鉴。你还敢说你无此心呢？啊！这些治丧的日子，你难道没有以长子自居，自命不凡？这些事情朕都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。你不配当朕的儿子，毫无孝悌之道。儿臣没有。皇上，就算是永皇有这样的想法，永璋也绝无图谋不轨之心啊！皇上，永璋才14岁，他懂什么呀？皇上，也是有你这样的额娘，才会教出这么荒唐的儿子。永璋处处与永皇争锋，讨好亲贵，谋夺太子之位。还有你啊，纯贵妃，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什么心思。皇上，臣妾母子不敢，皇上。臣奉君，子孙父，妻从夫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你们母子3人将朕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，是不是？纯贵妃，朕明白的告诉你，永皇野心悖乱，永璋无人子之道，他们2人不可能继承朕的大统，听明白了吗？皇阿玛恕罪呀，皇阿玛恕罪，皇阿玛恕罪呀，皇阿玛恕罪。城都比你们好些，可以指望。皇阿玛皇上恕罪呀，皇阿玛。皇上，额娘，额娘，玉云，纯贵妃姐姐，把纯贵妃拉下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额娘，额娘。都轻点儿，别愣在这儿，快去叫太医啊！快去端盆热水进来。卓，你醒醒啊，卓。
哪儿啊？姐姐，主儿醒了，主您可醒了，你可把我吓死了。主，你没事吧？我在哪儿？我们已经能回宫里了。我不是在关德殿吗？允章呢？主，三阿哥和大阿哥从景山一回来就跪在养心殿外头了。太后，快扶我下去。主，您慢点啊，主。太后，主，太后，主，请纯贵妃安。冯姑姑，我要见太后。纯贵妃，关德殿一事，太后已然知道。皇上雷霆大怒，任谁劝说也无用。太后让奴婢传话，若您还想保着自个儿的尊荣，还想保着六阿哥和四公主，您就安分一些，留在自个儿宫中吧。姑姑，求求你了，让我见一下太后，我只说几句话。纯贵妃，天快下雨了，您去养心殿领了大阿哥和三阿哥回宫吧，别再惹祸了。好，那本宫改日再来给太后请安。主，都走了吗？是。教子不善，还不安分守己，哀家也帮不了他。孝贤皇后一去，谁不想争一争？嫔妃们都想做皇后，皇子们都争着想做太子。历来帝王就最忌讳这点，自己作死，还指望哀家救。不过这回的事情有些蹊跷。怎的在关德殿，大阿哥和三阿哥都毫无伤心之色，像是兄弟两个默契好的。你细查查。是。主，快起来吧，傻孩子！额娘，都跪了2个时辰了，皇上也没有要见你的意思。额娘，皇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额娘，额娘。风雨迫人，诸位还是早些回去吧。玉虎姑姑，求求你了，给通报一声吧，让孩子们见见皇上，哪怕是告罪一下呢。皇上无心见列位，大阿哥、三阿哥，皇上已经下旨责罚了你们的师傅与安塔。师傅们罚俸3年，安塔们杖责50。2位阿哥还是请跟随纯贵妃回去，闭门思过，以静心神吧。妈妈，妈妈，儿臣再也不敢了，妈妈。妈妈，儿臣再也不敢了。额娘在。妈妈，皇上，不要舍弃我们母子。皇上，放开！妈妈，儿臣不敢了。放开！
主那日淋雨着了风寒，快喝些药吧。我病的这几日，可有谁来瞧过我？平日里，钟粹公门庭若市，如今我们母子遭了罪，他们却都一个个避得远远的。主，人情冷暖本就如此，还是养好身子要紧呢。嘉妃呢？嘉妃也没来过吗？嘉妃娘娘有这身孕，自然少走动。而且如今丧仪之事，还是嘉妃娘娘的四阿哥领着诸位皇子行礼呢。是了，那日在宽德殿，皇上斥责了永璜和永璋，却夸了四阿哥。人说这四阿哥才9岁，却做什么都似模似样的，所以皇上屡屡夸赞。苏雨、苏冉，你们两个平日最爱以其他宫里的宫女没懂何事，赶出去。德喜、德福，孝贤皇后丧仪之时，巴结亲贵，你们两个最殷勤，也赶出去。奴才冤枉啊！奴才冤枉啊！奴才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奴才冤枉啊！这是怎么了？外头怎么了？快可心，我下去。主您别着急，我慢慢给您说啊。到底是怎么了？孝贤皇后临终前举荐主您为继后，这事儿传得满宫都是。皇上认定是主身边的人有意泄露，谋求后位。所以就让晋忠公公把主身边伺候过的宫人一一查检，略有不顺眼的就打发出宫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都召见到本宫的宫里来了。是贤贵妃，是她挑唆指使的吗？贤贵妃忙着丧仪之事，哪有空理会这些啊？倒是主病着，前2日太医不肯来，还是贤贵妃拨了太医来的。她竟会有如此好心。其实主跟贤贵妃娘娘本来就要好，要不是孝贤皇后去了，您也不会跟她生疏了呀。主，依奴婢看，您就好好闭门思过，等皇上气儿消了，就什么都好了。只怕是难了。永昌断了太子之路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报应。主啊，您别太伤心了，是我的报应。啊，父亲，你们都在啊！公主，快过来坐。静姝，去帮公主拿个垫子。谢二嫂好意，可我还是要坐在我家三郎身边。你呀，还是与二哥好好坐着吧，是吧，三郎？珠儿，大家都在呢。这有什么呀？都是一家人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有什么好遮掩的？既然你不主动，那我主动便是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可不行，就该亲亲热热。
是吧，二嫂？我与你二嫂啊，可学不来你们这样。我们俩怎么了？我们俩这样挺好的呀。郎主，这是此次退回来的礼品，是小司马家、贺将军家，还有无妨，先记录下来，放回库房吧。是。人参，大嫂，你送人参啊？哎呀，大嫂，你真是花钱讨没趣啊！外人不知道。定以为我们随国公府钱多的没处花，可谁知我们过的都是缩衣节食的日子呀！大嫂，我才嫁进来没多久，家用已经缩减3次了。那公主，您若是缺什么，我派人给您买去。不用麻烦你，给我钱就行。珠儿，家楼虽然缩减了3次家用，但均是在我们衣食无忧的前提下缩减的。我们挨家挨户的给人送礼，看上去似是徒劳无功，但其实已经有一些士族在跟我们来往，相信假以时日，一定会有成效。大哥大嫂，我知道你们想拉拢人壮大杨家，可是也要考虑府里的实际呀。正所谓礼尚往来，不能只有往没有来啊。府里的钱像水一样的往外流，没有几个人回礼也就罢了，还常常被人退礼，真不知道你们如何受得了这样的侮辱。反正我是觉得很丢人。今日种因，他日结果。今日未看到果，并非因错了，而是坚持才会有结果。半途而废只会前功尽弃。如今这世道，很多事情都不公平，路亦不可能畅通无阻，但是我们总得主动去争取啊，岂能放任